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重庆的山区里面。刚刚在国道边上行驶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块碑，写的是含水泉。看到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我之前在贵州也碰到过一只含泉，只不过由于干旱，水没有含出来。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问了一下当地的村民，他说也要看运气，因为今年这里也比较干旱。如果是往年的话，在这个含泉这里是非常容易把泉水含出来的。不过呢，由于这里前段时间也下了几场雨，所以说你去试一试，说不定就可能啊。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含泉那里看一看。其实，在这种山区，重庆、贵州、湖北、鄂西啊，都有这种含泉。这个大山里面还是很有意思的。这里以前也可能是农田呢，后面可能环境或者水资源的变化，就变成菜园子了。以前这里应该是一条小溪的，但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今年特别干旱。这里以前应该也是一口小井，但是也没有了，因为今年南方太干旱了，农村的菜都吃不完了。在这种山区里面都在干活，这个人可能在施肥。含水泉快到了，这里是重庆酉阳的一个小山村。这块碑上写的就是含水泉，背面是一些关于水的记载。按照当地县志记载，泉在山竹巨石下，其水者以小石扣石上，大呼讨水，水呢就涌出，随人之多寡，气之大小，各给所求，人既去，水亦随和。意思就是说，你想讨水喝，用一块小的石头敲一下这个大石，并且呢对着里面喊几声我要喝水，这个泉水就会出来。你如果人走了，这个水呢就停止了。这个当地县志就有记载，那就证明这个含水泉的历史非常悠久。其实千百年来罕见奇妙的含水泉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记载和民间传说。比方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写了侯县山上有灵泉，鼓动则泉流，声绝则水竭，就是说喊就有。在贵州有一些喊泉就更好玩，它能够听懂方言。当然这个方言跟说话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物理现象嘛。现在我们就来对着这个泉水喊一下，看看会不会流出来。含水泉就在这个地方，外面是比较干旱，但是里面还是能看到有一chút水的，而且里面是湿润的痕迹，就证明那个水是从里面流出来的。那么它这里的喊泉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人喊，另外一种呢是用石头敲。大家看到上面没有？这里很多那种白色的包浆一样，就是拿旁边的石头使劲的敲，敲打之后，它水有可能从里面流出来。以前它要冒出来啊，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出来。是直接敲就行了是吧？哎，刚才当地的大爷告诉我，先用石头使劲的敲一下，然后再喊一下，就是喊一下龙王爷口渴了，放点水喝。基本上喊法都一样，包括贵州也是一样的，就是喊完之后要等一段时间。他说，如果是雨季的时候，水就出得很快。不过现在今年干旱又是冬天，你要等个10来分钟。我们现在就来敲一敲，然后再喊一下，看看水能不能出来。这个石头已经在我手上了。敲完，然后再喊一下：“龙王爷，口渴了，放点水喝吧。”这是第一遍。龙王爷，口渴了，放点水喝吧。我们再敲一下。现在呢，就得在这里等了。反正10分钟到20分钟不等，有可能会出水，有可能不会出水，看运气吧。反正这个水池里面是有一些水的，就证明它里面时不时会有一些水流出来，可能是当地的村民或者外面的游客来这里尝试之后流过来的水。在这里还有很多水管，有一些是从山上接下来的，那有几根水管是直接穿到这个含泉里面。
他们当地的村民喝的水都是这种大山里面的山泉水。那么这3根能够放到喊泉里面，就证明之前这里面的泉水是非常多的。那包括这些也是如此，因为以前的话，这种山里面的水是很大的，包括很多农村偏远的，他们的那个喝的水啊，都是从山下引下来的。我感觉这些管子里面现在还有水，等了5分钟，好像没什么反应。所以这个能不能出水，全靠运气的，因为现在确实水量比较小。我之前看到一些其他人夏天来的时候，水流量还是非常多的。按照这个大哥的介绍，这个喊泉如果有泉水出来的话，你石头敲击声越大，以及喊话的声音越大，它这个水流也就会越大，很神奇。我看到了，有一点点水出来了，视频里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肉眼是可看到，很小很小啊。那么就可能还是由于干旱的原因，因为之前这里面的水是非常多的，应该能够到达这个地方。但是现在的话，又是干旱，又是冬天，这个水就很少了。那么这个喊泉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很多地方都把它归功于神话，就是说某个神仙看到这里有一些困难，就叫谁来弄个泉水出来。古往今来嘛，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其实这只是传说，实际的话应该算是物理现象。真正这个喊泉现象一般都是物理现象，也就我们常说的自然界的自然现象。尽管说各个地方的含水泉原理都不大相同，但大部分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产生的结果，一般就是地质构造下形成的虹吸现象。含水泉一般它旁边都是属于喀斯特地貌，里面呢有地下暗河和暗流，那含水泉背后就是这个。当我们在洞口喊叫或者敲击时，声波就传入到洞内，使里面的空气产生共鸣振动，相当于一个压力。那通过挤压，就把地下暗河、暗流里面的水进行移动，从而流到洞口。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含水泉现象。不管这个含水泉有怎么样的传说，但是呢，它都是可以用自然科学来正确的解释。今天运气还不错，尽管这个泉水比较小，但是通过这个敲击还有喊叫，这个终于有一点水流出来。因为上次在贵州没有成功，在重庆这次成功了。